谁能想到，为了得到母亲的认可，红雪竟然答应了这种要求。母亲冷笑着问：“你连内功都练不出来，真能帮我达成心愿？”红雪坚定地点了点头，只要能帮上忙，让他做什么都行。结果这当妈的直接给他出了个送命题，让他去大竹山山顶的湖泊找什么湖之主，只要把湖之主的内丹带回来，他才愿意承认红雪是家族的一份子。刚才答应的有多痛快，现在就有多后悔。红雪这回真是被亲妈给坑惨了。这大竹山哪是人待的地方，漫天大雪，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找不着了。他一边走一边犯嘀咕，母亲肯定是忘了告诉他，这山上竟然能冻死人。可是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上爬，眼看就要撑不住了。红雪使出了杀手锏，直接变身成了一只小猫。本以为换个形态能好受点，结果这雪山的威力连厚厚的猫毛都挡不住，这下真是失算乐。他叹了口气，要是自己练成了内功，这种小山坡还不是纵身一跃就能上去？不行，现在可不是打退堂鼓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母亲失望。红雪甩了甩尾巴，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朝着山顶那个小点一步一个脚印的挪了过去。费了9牛2虎之力，红雪总算爬到了山顶。眼前这片大湖简直比他想象的还要壮观，看来母亲没有骗他，这冰天雪地里真的藏着这么一个地方。他变回人形，长舒了一口气，这一路遭的罪总算没白费。接下来就该按照母亲说的做了，先找块大石头扔进湖里。红雪在岸边挑挑拣拣，最后相中了一块个头不小的，准备把那个所谓的湖之主给砸出来。可他哪里知道，这一石头下去，引出来的到底是福还是祸？石头刚扔进去，红雪就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一个冰冷的声音直接在他脑子里炸开，问是谁胆子这么大，敢拿石头砸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湖面突然剧烈翻滚，那个声音显然失去了耐心，打算给这个不速之客一点教训。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破水而出，遮住了大半个天空。红雪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哪是什么湖之主，这分明是一条大的吓人的白蛇。面对这种庞然大物，他那点小身板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白蛇俯视着眼前的红雪，语气里满是不屑。在他眼里，这个拿石头砸他的小丫头，简直还没他的一块鳞片大。红雪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可就在这时，他想起了母亲的话，只要能拿到内丹，他就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依偎在母亲怀里吃点心。为了能让母亲认可自己，为了能争这一口气，他必须得豁出去了。他死死抓着地上的积雪，强撑着抬起头，问眼前的庞然大物是不是就是这片湖的主人。这一问反倒让白蛇愣了一下，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塞牙缝都不够的小东西居然还真敢开口。白蛇冷笑一声，承认了自己就是这片湖的主人。他本以为亮出身份能把这小丫头直接吓晕过去，谁能想到红雪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栽个跟头。他深吸一口气，扯着嗓子大喊，让白蛇把体内的内丹交出来。这口气可真是不小，内丹那可是灵兽修炼多年的精华，说是命根子都不为过。他居然张口就要，这下轮到白蛇猛了。他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见到抢劫抢到他头上的。空气瞬间安静了，白蛇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白蛇简直要气笑了，要内丹不就等于要他的命吗？他怀疑这孩子是被人利用了，想耐着性子解释一下内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结果红雪根本不听，一个劲的在那磕头哀求，只要能拿到内丹，他立马就走。这一大一小完全是鸡同鸭讲，白蛇被缠的头都要炸了，最后实在没忍住，对着这固执的小丫头大吼一声，拒绝了他的请求。就在这时，一个背着大葫芦的老头慢悠悠的走了过来，说山上动静太大，特意过来瞧个热闹。看这老头的气场，恐怕又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高人。红雪盯着眼前的老头，心里直犯嘀咕，这人难道也是为了内丹来的？可当他看清老头衣服上的云纹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是南宫家的标志，是他们妙家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原本他们妙家是高贵的猫灵一族，可南宫家就像恶狼一样，一直疯狂的折磨和打压他们，甚至让整个家族彻底没落。红雪想起了长辈们说的话，那些南宫家的混蛋不仅毁了他们的家园，还残忍地杀害了族里的战士。在红雪眼里，南宫家简直就是个魔窟，到处都是凶狠的犬灵。像他这种小猫灵落到对方手里，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老头盯着他问，为什么要拿白蛇的内丹？这一问直接把红雪吓得够呛，他根本不敢说实话，生怕对方觉得他是来抢宝贝的，然后顺嘴把他也给吞了。眼看躲不过去，红雪干脆心一横，直接变回了白猫原形，撒腿就往雪地里跑。这下彻底露馅了，老头一眼就认出他是妙家的后代。老头在后面急得大喊，让红雪赶紧停下。可这只受惊的小白猫根本不敢回头，它只顾着拼命往前窜，却完全没注意到前方的雪地已经到了尽头。老头的警告声还没落下，红雪就一脚踩空了。红雪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整只猫就失去了重心，直勾勾的朝深渊坠了下去。这下彻底没戏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对不起母亲，您第一次交给我的任务，那颗内丹我终究还是没能带回去。红雪浑身疼得动弹不得，难道就要这样死在这个没人的角落吗？就在这时，头顶突然传来了声音，有人追过来了。南宫浩急忙冲过去，大声喊着唐一武，让他赶紧救人。谁知道唐一武检查完，只是摇了摇头说没救了。南宫浩一下子急了，什么叫没救了？唐一武叹了口气，这孩子的经脉全断了，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也根本接不回来。要知道经脉可是兽人的命根子，断了经脉就意味着这辈子都废了。
南宫浩看着虚弱的红雪，终于反应过来，她就是传闻中那个妙家族最出名的废柴大小姐。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想让我死，难怪母亲什么都没交代，就让我来这冰天雪地的大竹山去对付那条恐怖的巨蛇。他根本就没打算让我这个没用的废物再活着回去。南宫浩看着怀里的小猫，忍不住感叹道：“你这小小的身体里到底承受了多少苦难？”他轻声安慰着：“睡吧，现在已经没事了。”这种感觉就像是终于找到了依靠，他的怀抱真的好暖和。看来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红雪耳边突然响起了摇篮曲，那是小时候母亲经常唱给我的歌。难道是母亲来接我了吗？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她才终于肯来见我了吗？还没等他想明白，手腕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痛，那个奇怪的印记竟然开始发光了。这股力量越来越烫，像是要把整条胳膊都烧掉一样。可下一秒，周围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别在那发呆了，我问你，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内丹？”红雪猛地清醒过来，她看着眼前那条正死死盯着她的巨蛇，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掉下悬崖了，怎么会突然回到湖边，而且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就在这时，南宫浩背着背篓走了过来，他笑着说：“刚才山里动静那么大，原来是这里有热闹看。”红雪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说我竟然回到了死前的这一刻？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我确实是活过来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南宫浩冷冰冰地问：“你为什么要抢白蛇的内丹？”红雪沉思着，我依旧没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想起南宫浩说过的话，这就是妙家那个天生废柴，连内力都无法使用的长女吧？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既然是个没用的废物，那就送他来这里等死。红雪沉默了，因为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确实已经无处可去。就在这时，南宫浩皱着眉头问巨蛇：“唐一武，你在这欺负一个孩子干什么？”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剑王，南宫家的最强者。南宫浩叹了口气说：“我是来找你喝酒的。”唐一武想起了什么，今天是为夫人的忌日。南宫浩转过头，最后一次询问红雪：“孩子，你考虑清楚了吗？”他语气严肃地追问：“到底是谁让你来偷内丹的？”红雪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吐出了2个字：“母亲。”他说：“只要我带回内丹，就允许我喊她一声母亲，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听到这，连旁边的巨蛇唐一武都听不下去了，这当妈的也太狠了，明摆着是让亲生女儿来送死。南宫浩沉默了片刻，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问他家在哪里。红雪心里乱成一团，她不敢说出自己猫兽人的身份，但想起这个老头在临死前给她披上了外袍，她觉得这或许是她唯一的生路了。红雪心里很不安，就算这个老头再怎么善良，恐怕也不愿意把妙家的孩子带回南宫家去。南宫浩见他半天不说话，有些不耐烦的大声质问：“我在问你话呢。”红雪被吓了一跳，原本藏得好好的兽耳和尾巴竟然一下子全冒了出来。南宫浩一眼认出了他的来历，这孩子来自当地的名门妙家，听说他们家有个无法修炼内力的长女，应该就是他了。南宫浩看着雪地里缩成一团的小家伙，心里也犯了难。妙家这帮人真是够狠的，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扔到这种死地。如果把他丢在这，他肯定会被活活冻死。红雪低着头，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他说：“确实是母亲送我过来的。”红雪带着哭腔哀求：“南宫大人，求求你带我走吧，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南宫浩看着这个无助的孩子，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魏夫人生前对他交代过的话。他说：“如果以后遇到了那些弱小又可怜的孩子，请一定要替他温柔对待。”南宫浩在心里感叹：“或许这个孩子就是你送来给我的缘分吧。”他沉默了片刻，开口询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红雪小声回答：“我叫红雪。”南宫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母亲确实是个狠心的女人。”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让巨蛇唐一武都感到震惊的决定。南宫浩缓缓伸出手，语气温和地对红雪说：“跟我走吧。”旁边的唐一武一下子炸毛了，他大声提醒南宫浩：“你疯了吗？要把一只猫兽人带回南宫家，所有人都会反对的。”红雪看着那只宽大的手掌，心里暖暖的。她觉得这个老爷爷真的是个大好人。就在她鼓起勇气想要伸手去回应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红雪脚下一软，整个人直接栽倒在雪地里。南宫浩脸色一变，急忙冲上前去：“孩子！”谁也没想到，红雪竟然在这时候晕了过去。南宫浩急得大喊，这下可把旁边的唐一武给气坏了。唐一武一边跑一边骂，说南宫浩刚才那些吓人的话，把这可怜孩子给惊着了，让他赶紧闭嘴把脉。可南宫浩这一搭手，整个人都愣住了。唐一武便回人形，是不是情况不太妙？南宫浩神情严肃地说：“这孩子体内的经脉已经彻底乱成了一锅粥，根本不是普通的内力反噬，简直就像被泥石流冲垮的山路，穴位被死死堵住，到处都是一片浑浊。这孩子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南宫浩亲自出手，想看看这孩子到底怎么了。结果这一查，连他都定住了。他发现红雪体内竟然同时存在阴阳2股气息。唐一武在旁边都听傻了，这怎么可能？南宫浩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得的是阴阳绝脉，也就是天生经脉堵死，根本没法运功。在所有人眼里，这已经是个没法治的绝症。这种体质的人，通常从小就百病缠身，根本活不到成年，更别提练武了。”唐一武看着昏迷的孩子，忍不住感叹：“老天爷真是太狠了，这孩子恐怕随时都会没命。”南宫浩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个谁都没想过的问题：“要是能把这绝脉治好呢？”唐一武直接愣住了。南宫浩接着说：“如果能治好，他就是修炼阴阳神功的完美天才。”
那可是传说中能同时掌控阴阳两股力量的至高武学，让南宫家出一位阴阳神功大师，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唐一武却觉得他在做梦，这种绝脉的治法早就没人会了，现在去哪找能救命的人？南宫浩语气坚定地吐出一个名字：玉华可以治。唐一武听完直接笑了，说：“你这也太护着自家儿媳妇了。”南宫浩一脸严肃地反驳：“这可不是偏袒，玉华可是南宫医馆的馆主，他的医术没人敢怀疑。”唐一武这下看出来了，南宫浩是认真的。可问题是，玉华现在根本不在家，这孩子真的能等到他回来吗？唐一武忍不住提醒：“家族里那些老顽固，一个个都只认自家血统，绝不会接受一个外人。更何况这孩子还有一对兽儿，在他们眼里，这根本就是个异类。”南宫浩看着怀里的红雪，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身份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到玉华回来。”说完，他突然转头盯着唐一武，语气变得非常强硬：“唐一武，把那东西交出来！”唐一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瞬间反应过来，南宫浩盯上的竟然是大竹山的那个宝贝，那可是真正的保命神物。南宫浩这次是真的要豁出去了，他点头确认：“没错，要的就是那个宝贝。”唐一武气得大骂，说：“你真是老糊涂了，那种价值连城的宝贝，你怎么敢开口要？”南宫浩半步都不肯退，正因为宝贝珍贵，才配得上救这孩子的命。两人谁也不肯让步，直接抢了起来。南宫家族的练武场上，子弟们正喊着口号拼命操练，直到教头喊了一声收工，大家才停下动作，准备去吃晚饭。南宫浩抱着红雪走在院子里，路过的子弟们赶紧低头行礼，他只是冷淡地应了一声，根本没打算停下脚步。可等他走远了，几个子弟却在背后泛起了嘀咕。有人一脸纳闷地问：“爷爷怀里抱的是什么？怎么看着像个大红薯？”就在这时，一个小孩的声音传了过来：“爷爷，你可算回来了。”这是南宫浩最小的孙子南宫杰，他一见到爷爷就兴奋地扑了上去，说自己已经等了好久，就是想问问关于内丹的事。南宫浩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小家伙竟然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南宫杰还在追问内丹的事，南宫浩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之前随口编的借口，这小家伙竟然当真了。就在他尴尬的时候，二孙子南宫鹤突然冲出来，对着弟弟的头就是一下，让他说话有点眼力见，别在这儿给爷爷添乱。南宫鹤板着一张小脸，一本正经地教训弟弟，说：“咱们可是名门正派，这种话以后绝对不能乱说。”南宫浩看着这个二孙子，忍不住笑着调侃：“到底是9岁的大孩子了，说话越来越有当哥哥的样。”可紧接着，南宫浩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环顾四周，今天怎么又没见到老大？他自言自语地叹了口气，也是，毕竟今天是那个日子，他不出现倒也在意料之中。南宫浩看着好奇的孙子们，觉得没必要对自家人隐瞒，于是随手揭开了怀里的包裹。两个小家伙当场就愣住了，谁也没想到爷爷怀里竟然抱着个可爱的女孩，而且头上还长着一对兽耳。南宫浩压低声音警告他们，这孩子是他从路上捡回来的猫兽人，如果想让他平安留在家里，就必须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南宫鹤听完却一脸担心，他倒不是怕家里的长老们反对，而是担心这小姑娘醒过来以后会被眼前的局面给吓坏。毕竟在这江湖上，谁都知道他们南宫家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南宫家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的地方，而是一个能把猫生吞活剥的捕食者家族。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像贪婪的饿狼。南宫浩看着怀里的红雪，突然有些担心，如果他知道了真相，还会愿意留在这个狼窝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小家伙明明知道危险，当初却还是哭着求他带他走。南宫浩严肃地盯着眼前的后辈，你们这群臭小子，以后该不会欺负他吧？两个少年吓得连连摆手，保证绝对会把他宠上天。南宫浩叹了口气，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以后就记住一件事，咱们南宫家对这孩子必须掏心掏肺。南宫浩一边叮嘱，一边随手掏出一个布袋，交代孙子赶紧拿去厨房，等那小丫头醒了，直接炒着吃。南宫鹤凑过去一瞧，顿时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哪是什么普通的食材，分明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拿这种宝贝当菜炒，恐怕也就只有自家爷爷能干出这种离谱的事了。仆人嘴上喊着小姐，下手却没轻没重，他强行拽起红雪，要把她赶到下人住的地方去。红雪小声哀求着，说自己只是想带走那些宝贝，可对方根本不听，反而一脸嫌弃地翻开了箱子。随着哗啦一声，所谓的宝贝散落一地，在仆人眼里，这些不过是没用的破烂。可没人知道，这些捡来的破绳子和石子，在红雪的幻想中，曾是像姐姐嘉玲那样华丽的珠宝。曾经的红雪，也是父母手心里的宝贝。那时候，大家都夸她是天才，是整个家族未来的希望。谁能想到，仅仅用了3天时间，她就从云端跌落到了谷底，成了别人口中没用的废物。戴夫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孩子的经脉已经彻底断了。在那个唯武独尊的家里，没法练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得知女儿身体废了的那一刻，母亲脸上没有半点心疼，反而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既然没法练功，那这孩子就彻底没用了。他甚至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直接吩咐下人把这个没用的东西带走，锁进后院的破屋里。从那天起，红雪就像在这个家里消失了。她卑微地躲在角落，看着母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姐姐，心里全是说不出的心酸。为了能让母亲再抱抱自己，红雪卑微到了骨子里，她冲过去哭着哀求说，只要能让母亲开心，让她做什么都愿意。听到这句话，母亲的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她轻声问了一句，那妈妈的愿望，你真的愿意帮我实现吗？母亲依旧那么狠心，她指着远方的大竹山，让红雪去那里，而且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红雪猛地坐起身，这才发现刚才只是个噩梦。她明明记得自己已经死在了山上，可现在居然又活了过来。还没等她弄清楚这是哪，房门就被推开了，一股诱人的饭香味扑鼻而来。红雪定睛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这位穿着华丽长袍的老人家，竟然是山上那位南宫家的老爷爷。南宫浩笑呵呵地看着他，说是自己把他带回来的。这下红雪彻底懵了，他似乎终于撞上了这辈子最大的运气。看着那一盘精致的点心，红雪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从上山到现在，他已经太久没吃过正经东西了。他偷偷打量着眼前的南宫浩，觉得这位老人家看着挺和蔼，心里忍不住开始盘算，要是开口要一串糖葫芦，他应该会答应吧。南宫浩察觉到了他的心思，直接冷不丁地回了一句：“这里没有糖葫芦。”就这一句话，吓得红雪当场魂飞魄散。她猛地跪倒在床上，一边磕头一边语无伦次的求饶，说自己只是太饿了才胡思乱想。她卑微地缩成一团，哭着求大长老千万别惩罚她，这些点心肯定是给贵人准备的，自己这种身份根本不配碰。看着眼前这个惊恐万分的女孩，南宫浩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盘点心竟然能让这孩子怕成这样。看着南宫浩半天没说话，红雪吓得魂都要飞了。她趴在床上动都不敢动，心想这下彻底完了，肯定是要被赶出家门了。可谁能想到，南宫浩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把手里的点心递了过来，轻声细语地说：“这些好吃的全都是给你的。”红雪整个人都听傻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南宫浩又转头吩咐下人，赶紧把准备好的大餐端上来，说这孩子瘦的只剩骨头了，必须得好好补补。看着眼前这一桌子，连做梦都没见过的满汉全席，红雪彻底石化在原地，这简直是掉进蜂窝里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南宫家的几个兄弟竟然为了谁来给红雪送东西，在门口直接吵翻了天。南宫浩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这个刚捡回来的小丫头以后要变成全家的心头肉了。两个小男孩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手里还小心翼翼地端着个盘子。南宫浩在旁边赶紧提醒，让他们慢点跑，千万别把这宝贝给洒了。这两个小家伙一脸兴奋，说听说红雪醒了，特意把刚出锅的菜送过来。红雪伸头一看，好家伙，这盘子里装的竟然是万年何首乌，这可是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药，在外面那是多少人抢破头的宝贝，结果在南宫家居然只是用来清炒的一道家常菜。他看着这盘冒着热气的神药，心里忍不住犯嘀咕，南宫家到底是有多豪横，这种级别的仙草难道平时都是当咸菜吃的吗？就在屋里热热闹闹的时候，没人注意到窗外的古树上正坐着一个少年，他借着月色死死盯着屋里，低声呢喃着：“这就是大长老带回来的那个孩子吗？”他收回了目光，语气里透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冰冷，自言自语道：“反正这些事跟我也没关系。”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一片花影之中。原来这两个缠人的家伙就是南宫浩的孙子，一个叫南宫鹤，另一个叫南宫杰。还没等红雪反应过来，这两个小子就开始连珠炮似的盘问，恨不得把人家祖宗18代都问清楚。这场面简直比审犯人还乱。就在这时，南宫浩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大吼一声：“你们是想让他还没吃饭就先消化不良吗？”这一嗓子差点没把两个孙子的魂给吓飞。刚才还嚣张的俩人，立马老老实实的溜了。多亏爷爷把那两个捣蛋鬼赶走，耳根子总算清净了。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红雪觉得南宫浩简直就是个大好人。南宫浩笑着说：“坏了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红雪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犯嘀咕，要是吃的太多，会不会被人家当盛饭桶扫地出门？可那盘点心实在太诱人了，他正盯着流口水呢，南宫浩却突然开口：“原来比起正餐，你更喜欢吃甜点啊？”这下尴尬了，小心思被一眼看穿，红雪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红雪还在嘴硬，说自己只是随便看看点心，南宫浩却笑着夹起一块菜，让他先尝尝这个。红雪定睛一看，这哪里是普通的菜，这分明是刚才见过的万年何首乌，这种极品宝贝居然直接拿来下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南宫浩已经把药喂到了嘴边，像哄小孩一样让他张嘴。红雪只能硬着头皮吞了下去，结果这一口下去，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这味道简直苦到了灵魂深处，感觉舌头都要麻了。南宫浩却在一旁淡定地说：“良药苦口，为了你的身体，再苦也得给我嚼碎了咽下去。”看红雪乖乖咽下了苦药，南宫浩满脸欣慰，摸着她的头夸奖道：“真听话，这是给你的奖励。”红雪手里拿着点心，心里却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吞了个药吗？至于把我夸得跟立了大功一样。可这点心一入口，刚才那股苦劲儿瞬间就被冲散了，甜滋滋的味道在嘴里化开，让他忍不住多咬了几口。就在这时，南宫浩突然一脸严肃地问：“现在感觉身体里有什么动静吗？”红雪愣了一下，仔细感受才发现肚脐附近竟然有一股痒痒的能量正在慢慢散开。南宫浩听完眼睛一亮：“没错，那就是你的气海，看来那颗万年药材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南宫浩一脸严肃地叮嘱：“这万年何首乌的药力太猛，你现在的身体根本扛不住，必须得有人引导才行。既然你还不会控制能量，那就由我来帮你一把。”闭上眼，仔细感受那股气息，随着南宫浩指尖轻轻一点，一股温和的力量瞬间冲进体内。红雪只觉得浑身一震，原本堵塞的地方竟然全通了。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是身体里凭空多出了无数条通道，那股清爽的能量顺着指引开始流向全身的每一个角落。红雪
怎么也没想到，这股力量不仅没有撑破身体，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红雪咬牙坚持着，觉得只要再撑一小会儿，就能彻底掌握这股力量。可就在这时，南宫浩却突然喊了停。他猛地收回手，心里一阵后怕，生怕自己刚才用力过猛，万一伤到了这孩子的根基，那可就麻烦大了。红雪看着爷爷严肃的脸，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低着头小声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谁知道南宫浩听完哈哈大笑，说你这孩子道什么歉啊？你刚才的表现简直太惊人了，这种对能量的敏感度简直就是百年难遇的天才。他一脸认真地按住红雪的肩膀，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兴奋，直接问出了那句改变红雪一生的话：孩子，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学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红雪整个人都傻了，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啊。南宫浩表面上还算镇定，可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原本他只是想用万年药材保住这孩子的命，顺便修复他那些受损的经脉，压根没指望他能练成什么绝世武功。可刚才引导能量的时候，这孩子的表现简直不讲道理，不仅能瞬间跟上他的引导，甚至还能精准地操控那些狂暴的能量，这种天赋简直闻所未闻。他突然想起古籍里的记载，传说中拥有阴阳断脉体质的人，虽然天生体弱多病，可一旦打通经脉，那就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看来那些传说竟然全是真的。南宫浩看着眼前的红雪，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这种百年难遇的好苗子，绝对不能交给别人，必须由他亲自来带。南宫浩指着周围的建筑说：“孩子，这里是南宫家族的领地，而你现在待的地方，正是前任家主的居所。”红雪一下子愣住了，结结巴巴地问：“那爷爷，您难道就是？”南宫浩笑着点了点头：“没错，我就是南宫家族的前任家主。”他接着认真地告诉红雪：“能跟着我学武，对你来说可是个天大的机会。”红雪听完，赶紧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大恩人！”他一直记得在大竹山上，是这位老人家救了自己的命。在他心里，南宫浩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面对学武的邀请，红雪却突然沉默了。他低着头，语气里满是失落：“恩人，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的身体根本没法产生内力，我怕最后只会让您失望。”南宫浩看着眼前的孩子，心里一阵酸楚，他这才反应过来，红雪之所以被家族抛弃，就是因为他没法使用能量，自己刚才逼他学武，确实是有点太心急了。红雪低着头，卑微到了骨子里，他说自己虽然不会武功，但可以帮着干杂活，只要南宫家族能收留他，让他当个小丫鬟就行。南宫浩一听这话，立马严肃地打断了他：“胡说什么呢？你是我请回来的贵客，我带你回来可不是为了让你干苦力的。”红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了眼睛问：“那您的意思是，我真的可以留在这里吗？”南宫浩霸气地回了一句：“这件事我说了算，在这南宫家里，还没人敢说个不字。”看着红雪小心翼翼的样子，南宫浩的语气变得格外温柔，他轻声向着孩子道歉，说：“刚才是自己老糊涂了，不该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你能原谅爷爷吗？”听到爷爷这两个字，红雪心里的委屈瞬间散了，他点点头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原谅您。”这一声爷爷让南宫浩心里乐开了花，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孩子才算真正回了家。红雪乖巧地道了谢，南宫浩看着天色已晚，便嘱咐他早点休息，随后叫来了家里的侍女。他指着红雪严肃地交代：“这位是长天阁的贵客，你们必须拿出最高的规格，绝对不能有半点马虎。”侍女赶紧领命，但她看着红雪瘦小的身材，有些为南帝提醒：“大长老要给这位小姐做一身合身的衣服，最快也得要3天时间。”南宫浩这才反应过来，红雪身上还穿着那身破旧的衣裳。他摸着胡子思考了片刻，突然开口说：“那就先让她穿上那件衣服吧。”这话一出，侍女吓得差点没站稳，满脸不敢置信的确认：“您是说那一件吗？”南宫浩肯定地点了点头。侍女虽然心里翻江倒海，但也不敢多问。红雪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完全没搞明白那件衣服到底有什么来头，竟然能把人吓成这样。跟爷爷告别之后，红雪必须跟着侍女前往那个陌生的长天阁。就在她心里发毛的时候，一只温暖的手牵住了她。这突如其来的善意，总算让她松了一口气。带路的侍女叫梅兰，人看着挺和气，可她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让气氛一下子变了。原来南宫家这一代全是孙子，根本就没有女孩。那问题来了，红雪准备穿的那身衣服，到底是给谁准备的？看到梅兰支支吾吾不敢说，红雪也识趣的闭了嘴。可还没等她缓过神来，梅兰接下来的话差点让她当场跳起来。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要伺候她洗澡了？虽然嘴上说着猫和水是天敌，可真等进了澡盆，这暖和的滋味还是让她一下子没了脾气。不过这种被人伺候的日子，她显然还没习惯，甚至开始担心，还没入冬就用这么多热水，是不是太浪费了？看着她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梅兰停下了手里的活，认真的告诉她，别再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从今天起，她不再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而是南宫家族最尊贵的客人。梅兰一边帮她洗澡，一边温柔地安慰着，说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本就该是被捧在手心里疼的。这种久违的温暖让红雪彻底放下了戒备，她甚至觉得南宫家的人个个都是大好人。可就在这时，梅兰盯着她的手臂，突然叫出了声，原来在那白皙的皮肤上竟然有2个红色的雪花胎记。红雪笑着解释说，这就是她名字的由来。可当她低头仔细一看，整个人却愣住了，不对劲，这胎记明明应该有3个，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了一个？这胎记从小就有，红雪
绝不可能记错。难道说他的消失和自己回到过去有着什么说不清的关系？还没等他想明白，梅兰已经拿来了一排新衣众让他随便挑。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夜深了，梅兰贴心的熄了灯，嘱咐他有事随时叫人。可真等四周安静下来，红雪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这一天发生的事实在太多，温柔的梅兰，消失的胎记，还有那件来历不明的衣服，像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转。他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红雪干脆推开窗户，打算去外面透透气，顺便看看这南宫家到底有多大。可还没等他感慨完，花园深处的一个影子就让他彻底定在了原地。大半夜的，谁会在这儿晃悠？红雪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该不会是撞见鬼了吧？一大早，红雪就拉着梅兰，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昨晚撞鬼了。为了确定不是做梦，他甚至还狠狠掐了自己一把。梅兰听完却扑哧一声笑了，他说南宫家绝对不可能有鬼，理由竟然是自家的大长老大人可比鬼要吓人多了，只要大长老嗓门稍微大一点，什么妖魔鬼怪都得吓得现原形。红雪听得一愣一愣的，可他还是觉得不对劲。昨晚那个白影看起来真的很孤独。梅兰无奈地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水盆说：“小姐，你看到的那个白影，其实就是大长老本人。”红雪看着满桌的早餐，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南宫浩一边招呼他吃饭，一边随口安排着下午的行程。可红雪却发现他的状态看起来比昨天还要差，整个人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疲惫。原来大长老已经失眠好几年了，这种滋味红雪最清楚，因为他的母亲曾经也深受这种病痛的折磨。看着眼前的恩人受罪，他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大概是察觉到了红雪的目光，南宫浩突然停下筷子，笑眯眯地问他是不是在等自己喂饭吃。红雪被这突如其来的玩笑弄得小脸通红，赶紧低头扒饭，原本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被这温馨的气氛给冲散了。红雪试探着问南宫浩能不能让他自己出去逛逛。南宫浩本来想亲自陪着，但听他说想和侍女多亲近，也就点头答应了。为了节省时间，红雪在饭桌上风卷残云，看得南宫浩都愣住了，还以为这孩子是饿了多少天。其实红雪心里早有打算，南宫家这么大肯定有医馆，他得赶紧去找一种叫阴阳草的药，好帮大长老解决失眠的痛苦，这可是他报恩的大好机会。可等他兴冲冲跑到医馆，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的一句话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里竟然根本没有阴阳草。这下红雪彻底傻眼了，本以为能顺利拿到药，结果却扑了个空。红雪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谁能想到他这副可怜巴巴的小模样，直接让全屋子的人都看呆了。大家活也不干了，全围过来盯着他看，甚至有人想伸手捏捏他的脸。管事的赶紧出来维持秩序，这才把话题拉回正轨，问他到底为什么要找这种草药。红雪小声解释说，想找点药帮家里人助眠，毕竟营养草到处都是，堂堂药堂怎么会没有呢？结果对方的话让红雪整个人都傻了。原来南宫家的人根本不需要助眠，因为他们每天都练到精疲力竭，天一黑就直接倒头不省人事。红雪还不死心，提到大长老南宫浩睡不好，可得到的回复更让人绝望。原来南宫浩最讨厌这种草药味，只要闻到就会大发雷霆。梅兰无奈的解释说，南宫浩大长老脾气太古怪，只要是他看不上的药，药堂连一颗都不敢留。红雪听完直接蔫了，本以为是什么稀世珍宝，结果在别人眼里这药根本排不上号。更扎心的是，药堂虽然一直在熬各种补药，但大长老根本不买账，把这群弟子折磨得够呛。梅兰看红雪这么失落，赶紧给他指了条明路，说这种草药在后花园多的是，平时大家只把它当成配菜。红雪虽然心里还是有点闷，但也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到了声线就打算自己去想办法了。身后的弟子们小声议论，说这孩子真让人心疼。可这些同情的目光反而让红雪觉得更加难受，她总觉得自己欠大家太多，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她觉得自己真的太没用了。小时候的红雪总在想，是不是因为母亲总睡不好，所以才这么不待见自己。为了讨母亲欢心，她甚至去死缠烂打的求侍女。终于她打听到一种草药，说是对失眠特别管用，她满心欢喜的准备好一切，以为只要治好了母亲的病，母亲就能回头看她一眼。可现实却给了她一记重锤，精心准备的药碗被摔得粉碎，母亲连头都没回，语气冰冷的让人害怕，让她立刻滚出房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那一刻红雪才明白，有些裂痕根本不是靠几颗草药就能修补的，原来从那时候起，她就已经被彻底放弃了。在母亲眼里，红雪觉得自己连尘埃都不如，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一直刻在她的骨子里。可南宫浩大长老不一样，他是那么温暖的一个人，哪怕最后的结果还是被讨厌，红雪也想为了这份温暖在最后努力一次。她点起灯火，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房门，心里还在默默跟梅兰姐姐道歉。她只想去花园采一点营养草，哪怕只能帮上一点点忙也好。结果因为走得太急，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手里的灯笼也跟着晃个不停。红雪坐在地上半天没起来，膝盖上一阵钻心的疼。大半夜的，花园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红雪吓得定在原地，心里开始不停的犯嘀咕，该不会是撞见鬼了吧？她赶紧拍拍胸脯给自己壮胆，南宫家怎么可能有鬼？再说了，南宫浩大长老可比鬼要凶多了，只要想到他，好像就没那么害怕了。红雪提着灯笼一路小跑，嘴里还念叨着赶紧采完药就撤，这地方实在太阴森了。
可他压根没发现，身后其实一直跟着个人。南宫浩躲在暗处，看着这小丫头鬼鬼祟祟的样子，心里也是一头雾水。他本来是担心红雪一个人危险，才悄悄跟了过来，结果却发现这孩子大半夜不睡觉，竟然跑到花园里蹲着去了。看着红雪在草丛里忙活的身影，南宫浩彻底摸不着头脑了。这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南宫浩在暗处看清了，红雪手里拽着的竟然是营养草。他心里还纳闷，这小丫头大半夜不睡觉，难道是想玩过家家？可到了第二天，南宫浩看着桌上那几颗黑乎乎又不太圆润的小药丸，随口问了一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侍女梅兰在一旁恭敬的回答说：“这是小姐昨晚亲手搓的，用的就是那些营养草，说是专门给您准备的，能治失眠。”南宫浩愣在原地半天没说话，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在花园里摔得灰头土脸、被吓得疑神疑鬼的小丫头，竟然是为了他才去冒险。这份心意比任何名贵药材都要沉重。南宫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轻声感叹：“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谢谢你的心意，但其实你没必要为我做这些。”红雪一听这话，急得赶紧摆手。她说自己知道恩公不喜欢药草味，但是恩公教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她一边说着，一边紧张地抓紧了裙角，声音虽然有点发虚，但态度却非常坚定。她说自己每天也在吃苦苦的何首乌，所以恩公也绝对不能逃避。说到最后，红雪干脆拿出了小大人的架势，对着南宫浩大声喊道：“恩公，您也得把药吃了，绝对不能挑食。”府里的下人们都在转，平时威严冷酷的大长老，最近竟然转了性，天天陪着带回来的小丫头吃饭。大家都以为大长老这是老来的俏，肯定把这小丫头宠上了天，甚至连顶嘴都能包容。可谁能想到，真相竟然完全相反。这小丫头不仅不怕他，还当众指着他的鼻子大喊：“不许挑食，赶紧给我好好吃饭！”这一嗓子下去，旁边的侍女梅兰魂都要吓飞了。敢这么教训大长老的，全天下估计也就这一个小祖宗。谁能想到，被当众训斥的南宫浩不仅没生气，反而笑得合不拢嘴，只夸这孩子有灵气。红雪却一脸认真，口口声声喊他恩公，说这都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这下轮到南宫浩心里犯嘀咕了。他凑过去商量，叫恩公是不是太见外了？以前不是叫爷爷叫得挺顺口吗？结果红雪连连摇头，说以前是自己不懂事，救命恩人必须得恭恭敬敬的称呼。南宫浩这下彻底郁闷了，本想拉近点关系，结果这孩子憋了半天，竟然改口叫他大长老，这辈分算是彻底绕不回来了。南宫浩越听越觉得别扭，什么恩公大长老，听着就让人觉得生分，他干脆拍板，以后还是叫爷爷。红雪还有点犹豫，生怕坏了府里的规矩。结果南宫浩把胸脯拍得啪啪响，直言自己就是这儿的老大，谁敢说个不字？旁边的梅兰都看傻了，本以为这小丫头要挨训，没想到大长老竟然把她宠到了骨子里。这一声爷爷叫出口，南宫浩心都要化了，赶紧把红雪抱起来，那股子高兴劲儿根本藏不住。折腾了一整天，红雪第二天根本起不来，整个人困得晕晕乎乎，只后悔昨晚不该熬夜。梅兰一边伺候他起床，一边笑着透露个好消息，说大长老对他昨天的表现那是相当满意。一听这话，红雪心里总算踏实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来人举止斯文，戴着眼镜，笑得一脸和蔼，自称是南宫家的总管南宫秀武。这阵仗可不小，刚才还迷糊的红雪一下子变得束手束脚，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躲在梅兰身后，探出小脑袋，怯生生地打了个招呼，这副可爱的模样，差点让见惯了大场面的总管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南宫秀武赶紧说明来意，原来他是代表大长老过来的，说是多亏了红雪送去的药，大长老昨晚睡了个难得的安稳觉。一听要真的管用，红雪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南宫秀武接着传话，大长老觉得这药效果这么好，全是因为红雪亲手准备的，所以想问问以后能不能继续麻烦他。红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恨不得现在就冲去厨房再熬一锅。看他这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南宫秀武忍不住笑出了声，直说药还有剩，不用这么急。南宫秀武这次来还特意给红雪带了礼物，一套精致的小岛药罐，这下可把小丫头乐坏了，直嚷嚷着要大干一场，做上100份药出来。趁着红雪去摆弄新玩具，南宫秀武私下叮嘱梅兰，一定要照顾好小主人的身体，千万别让她累着。梅兰心里却有个纳闷的事，这营养草做的药，以前药房也给大长老送过，结果大长老嫌味道难闻，当场就给扔了，还骂那药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到了红雪手里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了？南宫秀武听完哈哈大笑，说这药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全看是谁做的。看来大长老这辈子是彻底被这小丫头给收服了。南宫秀武心里很清楚，大长老这么宠爱红雪，消息一旦传出去，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会拿他的身份说事，故意找这小丫头的麻烦。他一脸严肃地叮嘱梅兰，以后必须打起12分精神，只要发现有人想对红雪不利，必须立刻向他汇报。交代完正事，南宫秀武又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红盒子，说是大长老给红雪准备的药费。梅兰笑着帮红雪打开了盒子，里面竟然躺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首饰。看着这件宝贝，红雪一时间有些失神。以前在那个家里，她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戴着母亲送的首饰。谁能想到，这份她渴望了许久的温暖，竟然会在南宫家实现了。梅兰直夸这首饰漂亮，还说这是最近最流行的款式。红雪看着这份礼物，眼睛都舍不得挪开。
南宫秀武交代完事情，笑着跟红雪告别，看着这孩子乖巧道谢的模样，他心里忍不住感叹，这丫头真是招人疼，难怪谁都想要个这样的女儿。可谁能想到，那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首饰，而是南宫家代代相传的秘宝——青火石手链。这宝贝可不只是好看，只要把它戴在身上，就能立刻消除全身的疲劳，哪怕是练功受了再重的伤，只要1晚上的时间，身体就能彻底恢复如初。南宫秀武在门外恭敬报告说，各房的长辈们全都到了，现在正等着见大长老。南宫浩头也不回地回了一句，等我忙完手头的正经事，自然会过去。谁能想到，他口中所谓的正经事，竟然是陪红雪吃早饭。看着红雪胃口变好，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可比见那些老家伙重要得多。看着眼前乖巧的红雪，谁能想到他以前受过那么多苦，现在他终于愿意敞开心扉，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爷爷。南宫浩心里这下彻底踏实了，可一想到家里那几个混世魔王，他又开始替红雪担心。果不其然，2个孙子一见面就围着他转，又是喊姐姐又是喊妹妹，那股热情劲儿简直要把人淹没。看来想让红雪彻底适应这个家，还得花不少功夫。南宫浩正忙着给红雪夹好东西，恨不得把所有补品都喂到她嘴里，结果红雪却把碗一躲，坚持要自己动手。她说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被喂饭，实在是太丢人了。这一下可把南宫浩给整郁闷了，刚才还在为孩子的成长高兴，现在却觉得带娃的乐趣全没了。不过转念一想，孩子懂事了终归是好事，他放下碗筷起身告别，该去处理那些躲不掉的麻烦事了。南宫秀武在门口等了半天，总算盼到大长老推门出来，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杀气。南宫浩冷着脸往前走，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他倒要看看那帮老家伙今天到底能放出什么狗屁来。南宫秀武在后面跟得战战兢兢，完全搞不懂大长老这是怎么了，明明刚才还是去陪孩子吃饭，怎么一转眼火气变得这么大？这下大殿里的那些长辈们恐怕是要倒大霉了。大殿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几个长老躲在后头小声嘀咕，都觉得大长老今天的气场比平时凶2倍，甚至怀疑是不是挑错了登门的日子。南宫武英拄着拐杖走在最前面，带头向大长老行礼。这家伙仗着自己背后势力大，每次都是第一个跳出来废话。南宫浩冷冷地看着这个老对手，心里早就给他记了一笔，当初为了继承人的位置，2人就差点当场撕破脸。从那时候起，南宫武英就成了南宫浩的眼中钉。看来今天的这场会面注定是没法善终了。南宫武英看南宫浩半天不说话，索性也不再绕弯子了，直接挑明了说：“听说您带了个小女孩回来。”南宫浩不紧不慢地放下茶杯，说自己只是收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没想到长老们消息这么灵通，竟然连这种小事都要操心。南宫武英却不依不饶，说那孩子既然住进了长天阁，大家就不得不担心南宫家是不是要多出个来历不明的成员。南宫浩听完在心里冷笑一声，这帮蠢货真是想多了，居然以为他已经老糊涂到会随便给南宫家找个继承人。南宫浩心里很清楚，这帮老家伙无非是担心那个孩子的出现会影响下一代的权力斗争，他索性把话挑明了，自己压根没打算收养那个女孩。就在众人刚要松口气的时候，他却宣布要收那孩子做亲传弟子。这一下全场彻底炸开了锅。南宫武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孩子怎么有资格坏了家族100年的规矩。南宫浩是南宫家史上最强的武者，外号南宫虎，他的武功修为甚至足以和当今的武林盟主平起平坐。南宫武英越说越激动，他指责南宫浩以前从不收徒，甚至连长老们的亲儿子都不叫，现在却为了一个外人坏了规矩。南宫浩听完冷笑一声，反问他什么叫外人，接着一句话直接让全场的人都闭了嘴。他说，在座的各位，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南宫家人？如果非要论血统纯正，这里除了他自己，恐怕一个够格的都没有。就在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候，一个报信人突然闯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封加急信件。他说这是家主亲自交代的。南宫浩原本没心思看什么信，但一听是自己那个宝贝儿子寄来的，他还是接了过来。毕竟那小子的脑子可不简单。信里的内容倒是很客气，先是承认了父亲收徒的权利，但也提醒说不能完全不管那帮长老的死活。所以他出了个主意，既然大家都不服气，那就干脆办一场比武，让那个孩子用实力证明自己。南宫浩看完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小子虽然人不在家，却把这儿的局势摸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自家老爹绝不会认怂，所以特意抛出这个折中方案，好让双方都能有个台阶下。南宫浩一眼就看穿了儿子的心思，这小子是觉得红雪必输无疑，才故意提议搞什么公平比武，好让自己能顺着台阶放弃收徒。可惜这次他这个当爹的并不打算认输。南宫浩转头看向南宫武英，夸他那个8岁的孙子宗宇最近进步神速。南宫武英还没意识到这是个坑，一脸得意的显摆，说自家孙子在同龄人里确实出类拔萃。南宫浩听完直接拍板，既然都是8岁，那就按刚才提议的办，让宗宇和红雪当众打一场，只要红雪能赢，收徒的事就这么定了，谁也别想再拦着。但要是南宫宗宇赢了，那这场收徒的闹剧就到此为止。南宫浩突然提议，是时候让红雪开始习武了，毕竟为了帮他修复经脉，可是动用了万年手乌这样的宝贝。红雪一下子愣住了，虽然心里想学，但总觉得自己底子太薄。南宫浩看出了他的顾虑，笑着解释说，这次不练内功，咱们先从外功练起，只要把身体练到极致，就能成就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身，哪怕没有内力，
照样能横扫全场。红雪整个人都呆了，这难道就是他逆天改命的开始？红雪终于下定决心，只要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再苦再累他也认了。南宫浩看着这孩子眼里的斗志，心里总算踏实了。就在昨天，南宫浩在长老会上提出了一个狠招，让红雪去参加比武，赢了他就能成为真正的亲传弟子，可要是输了，他将失去南宫家的一切，彻底被扫地出门。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切磋，而是一场拿前途当赌注的豪赌。2个月后的比武将决定红雪最后的命运。那些反对的长老们还不罢休，非要南宫浩避嫌，不准他亲自教导红雪，美其名曰是为了公平，想看看这孩子到底够不够格。南宫浩索性答应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场比武的赌注太大，现在还不能告诉红雪，免得给他太大的压力。看着一脸懵懂的红雪，他只能先撒个小谎，说自己最近没空叫他，这让原本满心期待的红雪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南宫浩早就找好了接班人，他请出的这位教头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就是苍空队的队长庆宇，由这位顶尖高手亲自调教红雪的魔鬼训练，这下是真的要开始了。虽然红雪心里100个不情愿，想让爷爷亲自教他，但南宫浩几块甜点就把他哄住了，直接把他送到了新教头手里。可训练刚开始，红雪就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一招一式都要拼尽全力，这种强度的折磨根本不是小孩子能受得了的。庆宇的声音从阴影里传来，冷冰冰的嘲讽着他的弱小，直言像他这样弱不禁风，根本没资格习武。红雪咬牙想要坚持，但在庆宇那恐怖的气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像面对一只巨狼，随时都会被彻底吞没。这哪里是习武，简直是在鬼门关前走钢丝。红雪能不能撑过第1天，现在谁心里都没底。红雪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刚才那个噩梦太真实了，吓得她魂儿都飞了，原来只是虚惊一场。虽然爷爷南宫浩一直打包票说新教头是个大好人，但红雪心里还是直打鼓，毕竟对方可是个犬类兽人，一想到要面对那样的狠角色，他就坐立难安。与其在屋里瞎琢磨，不如早点去训练场等着。他特意提前赶到了地方，想给新教头留个好印象。红雪刚到训练场，就看到一个身影在院子里飞舞，他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教头庆宇，仔细一看才发现对方竟然是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这人正是南宫白。他手中的长剑像是有灵性一样，每一招每一式都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红雪看的都入迷了，这就是南宫家真正的剑法吗？虽然动作已经很完美了，但红雪能感觉到，只要再多那么一点点火候，他的境界绝对会发生质变。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南宫白却毫无征兆的收了招，整个人定定的站在原地，明明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他为什么要突然停下来？红雪躲在暗处大气都不敢出，难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发现了？还没等红雪反应过来，一道寒光就直接逼到了眼前。南宫白猛地转身，手中的长剑稳稳指向了他的位置，冷冰冰地质问他到底是谁。偷看别人练武可是大忌。红雪吓得赶紧连声道歉，直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实在是这剑法太精妙，让他看得完全忘了形。南宫白收起长剑，走到了他跟前，语气里透着一丝古怪。他说这里是家族禁地，除了南宫家的直系后裔，外人根本不可能进得来。红雪整个人都愣住了，直系后裔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盯着眼前的少年，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年纪相仿又是直系后裔，难道他就是爷爷南宫浩的长孙，那个传闻中的天才南宫白？还没等他开口确认，南宫白就先冷冷地丢过来一句，原来你就是住在苍穹阁的小鬼。这一声小鬼直接把红雪给喊懵了。不过红雪反应也快，既然以后要一起跟着教头训练，那按规矩就要叫一声白师兄。他这一嗓子喊得倒是亲切，可南宫白听完脸都黑了。红雪还以为是自己礼数不够，做事就要跪下行个9拜大礼，想把这是兄妹的名分给坐实了。结果南宫白压根不领情，他一脸无语的摆摆手，说那是徒弟拜师傅才用的礼，让红雪赶紧打住。这下好了，马屁直接拍到了马腿上。南宫白无奈的叹了口气，觉得跟红雪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鬼真是白费口舌。红雪还想为刚才的失礼道歉，可还没等他开口，教头庆宇就大步流星的走了过来。他有些纳闷的看着红雪，问他刚才到底在跟谁说话。红雪下意识的回头去指，结果身后空空如也，南宫白竟然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为了不引起怀疑，红雪只能尴尬的打个哈哈，说自己是因为第1天训练太紧张，才在那自言自语。庆宇倒也没多想，大声问红雪准备好了吗？红雪握紧拳头，扯开嗓子喊了回去，说自己绝对会全力以赴。这股子拼命的劲头确实像那么回事，可谁也没注意到，刚才离开的南宫白其实根本就没有走远，他正站在高处，居高临下的盯着训练场。红雪刚才还吵着要吃3大碗饭，结果话还没说完，这小家伙就直接睡熟了。看来白天的训练确实把他累得够呛。南宫浩看着眼前的孩子，眼神里全是心疼。他叫来侍女梅兰，把孩子送回房间休息，还不忘特意叮嘱一句，每天晚上一定要让他戴上那个手镯。南宫浩本想亲自安顿孩子，可偏偏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的人正是负责训练的庆宇。南宫浩还以为他是来汇报红雪第1天的表现，正打算听好消息，可谁能想到庆宇一开口竟然是来认错的。他低着头，语气里满是无奈，直接请求大长老收回成命，他实在没法再教这个小女孩了。这第1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堂堂护卫队长被一个孩子逼到了这份上，
要知道，庆宇可是号称千金剑圣的顶尖高手，一向对命令绝对服从。可今天他却破天荒的想要抗命。南宫浩问他到底为什么，庆宇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红雪根本就不是练武的料，只教了1天，他就看透了这孩子的底细。在他眼里，红雪现在的身体素质太差，甚至连一把剑都拿不稳。如果强行参加2个月后的比试，除了让他痛苦，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全盘否定，南宫浩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只问了庆宇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亲口问过这孩子，他到底想不想学武，又是因为什么才非要拿起那把剑？庆宇一下子被问住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只看到了天赋，却从来没看过这孩子的内心。南宫浩并不打算强迫孩子，他告诉庆宇去亲口问问红雪的意愿，然后再做决定。但接下来的话却让庆宇彻底坐不住了。南宫浩竟然要求，如果这孩子想学，就直接教他家族绝学苍天剑法。庆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看来，红雪现在连木剑都拿不稳，基础的3力剑法都没碰过，直接学这种高深武功，简直就是胡闹。可南宫浩的态度异常坚决，相信我，照我说的去做。面对这位大长老的威严，庆宇最终还是低下了头，他选择了服从，也选择了效忠。庆宇心里始终有个疙瘩，他觉得大长老这次真的错了，让一个连内功都不会的小女孩去参加那种玩命的决斗，这哪里是训练，简直是想毁了这孩子。就在他发愁的时候，训练场突然传来一声尖叫，红雪被吓得不轻，原来是南宫杰那几个小子正躲在围栏后面偷偷观察。庆宇立刻板起脸，把这几个捣乱的家伙赶了出去。虽然南宫杰还嘟囔着想交朋友，但现在可不是玩闹的时候。看着被吓得缩成一团的红雪，庆宇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孩子胆子这么小，连个风吹草动都能吓一跳，接下来的特训怕是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庆宇觉得习武之人要是没有斗志，那还不如趁早回家，所以他决定动点真格的，让红雪知难而退。他故意安排了最残酷的特训，背着比自己还大的原木，推着像小山一样的岩石，甚至还要绕着操场跑500圈。这种强度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庆宇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心里断定这孩子绝对撑不过今晚，明天一早他肯定会哭着求我让他放弃。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哪怕已经累到站不起来，红雪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抱怨。就这样，第1天的魔鬼训练总算熬过去了。庆宇觉得明天他肯定不会再出现了。结果到了第2天，红雪竟然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场，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好像昨天的魔鬼训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这下轮到庆宇猛了，那种强度的折磨，就算是苍天队的精锐老兵，现在也该躺在地上起不来床了。这孩子到底是什么体质？庆宇意识到，光靠体力训练恐怕压不垮他，于是他决定换个法子。他指着一根高耸入云的木柱，随手在顶端放了一根羽毛。庆宇淡淡的开口：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去把那根羽毛拿回来。红雪抬头看着那根光秃秃的柱子，整个人都愣住了。庆宇这次真的动了狠招，这种攀爬训练本来该戴手套，但他故意没给红雪，就是想让他吃点苦头。只要手掌磨破了，这孩子肯定会因为怕疼而放弃。庆宇冷冷地告诉他，拿不到羽毛就永远别想碰见。红雪没有退缩，她死死抓着粗糙的绳子，拼了命地往上爬。可还没爬多高，她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粗糙的绳索把她的手掌磨得又红又肿，那种火辣辣的疼，连成年人都未必受得了。庆宇在一旁等着她哭出声，等着她开口说要回家。可结果呢？红雪只是揉了揉手，竟然二话不说，拍拍灰尘又站了起来。这孩子的眼神里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庆宇心里咯噔一下。红雪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一定能行。可现实却很残酷，他一次次抓紧绳索，又一次次重重地摔在地上。看着这个小小的身影在夕阳下摔得浑身是土，原本想刁难他的庆宇心里竟然开始动摇了。眼看天色越来越暗，他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庆宇走上前想叫停，打算给这孩子一个台阶下，让他明天再来。可话还没说完，红雪就急忙打断了他。他死死攥着绳子不肯松手，甚至还笑着对庆宇说，师傅，我再试最后一下，您累了就先回去休息吧。庆宇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孩子骨子里竟然有这么一股狠劲。庆宇叹了口气说，好吧，那就再试最后一次。看着红雪那副拼命的样子，庆宇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他觉得这孩子虽然有股韧劲，但有些鸿沟，光靠努力是填不平的。在他眼里，现在的坚持纯粹是自讨苦吃，与其让他最后希望落空，倒不如现在就让他彻底死心，省得以后陷得更深。庆宇心里还在犯嘀咕，这丫头今天练得太拼命，估计现在已经回房休息了。南宫浩看着进门的庆宇问，今天怎么又有空跑来我这老头子这里了？庆宇恭敬地行了个礼，说自己实在放心不下红雪，怕她练功强度太大伤了身体。听到红雪的名字，南宫浩却突然停顿了一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最后只是摆了摆手，让庆宇不用担心，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南宫浩语重心长地提醒庆宇，不管最后练成什么样，这丫头的一片真心才是最难得的。天色已经不早，庆宇行礼告退，心里却还在盘算着另一件事。他觉得大长老把事情想简单了，昨天的训练强度那么大，红雪那个小身板肯定吃不消。果不其然，第2天他来到训练场时，这里冷冷清清，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来这丫头确实是累坏了，能坚持到现在已经算是个奇迹。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唤，师傅。
庆宇抬头一看，整个人都傻了，红雪竟然一个人坐在高耸的木柱顶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丫头难道在这儿爬了一整宿，就为了练那个基本功？红雪倒是一脸轻松，说自己爬着爬着天就亮了，索性坐在上面看了场日出。庆宇真是服了这位小祖宗，这上面多危险，赶紧催着他先下来再说。可谁能想到，红雪刚准备往下跳，脚底下一滑，整个人直接从半空中栽了下来。坏了，这要是摔实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庆宇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地把他接在了怀里。红雪缩在庆宇怀里，小声嘟囔着对不起，说自己刚才实在是没劲儿了。可还没等庆宇说话，这丫头突然一拍脑门，说羽毛还落在柱子顶上，是不是还得再爬上去拿回来？庆宇故意逗她，说如果非拿不可呢？红雪虽然一脸纠结，但还是要咬牙准备再试一次。看着这孩子认真的镜头，庆宇收起了笑脸，严肃地问了她一个问题：红雪小姐，你到底为什么想学武术？红雪挺起小胸脯，一本正经地给出了答案。她说，虽然爷爷有他的理由，但自己最想练成的是那种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这回答真是绝了，直接把庆宇给整不会了。庆宇心里纳闷，既然这丫头想练金刚不坏，为什么不去少林，反而留在南宫家死磕外功？红雪认认真真的回答，只要外公练到家，就算没有内力，以后也能靠这身本事混口饭吃。她满眼期待地问庆宇，像他这样的人，以后是不是也能去给人家当个保镖？庆宇听得心里一沉，只能顺着他说，以后去当个护送货物的镖师，或者四处闯荡的浪人，肯定没问题。红雪听完乐开了花，觉得原来自己能做的事还有这么多。毕竟她觉得自己不是南宫家真正的成员，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得提前为以后谋个生路。看着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庆宇沉默了。原来格局小的人竟然是他自己。他本以为这孩子年纪小，心思肯定也简单，可现在看来，他这股子韧劲儿一点不比大人差。他神色庄重地看向红雪，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他要亲自传授南宫家的绝学苍天剑法。红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可是南宫家压箱底的本事。庆宇承诺，在红雪成年之前，他会一直护着她，让她在南宫家安安稳稳地长大。既然要练剑，自然得有一把趁手的家伙。庆宇打算亲手给红雪削一把木剑，就按他的尺寸来。红雪感动的眼眶都红了，嘴里不停地喊着恩人，一头扎进了庆宇怀里。庆宇笑着拍了拍红雪，说这点小事就叫恩人，实在是太夸张了。他告诫着丫头，在江湖上混，最怕的就是欠这种人情债。远处的南宫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实在想不通，武术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这孩子拼命到这种程度？明明他这辈子根本不需要为了生存去发愁。南宫白心里清楚，早就有人打算要护着这孩子一辈子了。南宫浩看着红雪小小的身影，心里满是骄傲，可更多的却是心酸。他多希望这孩子能慢点长大，别这么早就把重担扛在肩上。看着南宫白要走，南宫浩叫住了他，让他再多留一会儿。没人前脚刚走，他就这副冷冰冰的样子，实在是太没礼貌了。南宫浩耐着性子劝南宫白，听说对方是邓家庄的掌上明珠，人家姑娘对他挺有意思，连名字都打听好了，叫什么邓素素。家里长辈都在为这门亲事操心，可南宫白却猛地攥紧了拳头，冷冷地回了一句：做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南宫浩还没反应过来，南宫白已经彻底爆发了。他转过身大声质问，为什么要给一个将死之人安排婚事？毕竟他很清楚，自己这个短命鬼恐怕根本活不到穿上新郎官衣服的那一天。以前的南宫白并不是现在这副冷冰冰的样子，也曾有过温和体贴的时候。南宫浩关心地问，身体感觉怎么样了？南宫白却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问这个干什么？反正一直都那样。哪怕南宫浩主动邀请一起吃早饭，他也只是沉默，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两人的距离似乎已经越来越远了。看着远处的背影，南宫浩心里一阵纠结，到底该拿这孩子怎么办才好？另一边，红雪正对着木桩拼命练习，哪怕练得满头大汗也不肯停下。庆宇在旁边提醒他，没必要对这把木剑这么上心。红雪却一脸认真的反驳，这可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当然要把它当成宝贝。庆宇笑着承诺，要是木剑练坏了，随时再给他做一个新的。虽然这孩子体力一般，但悟性高的吓人，不管多沉的剑，他都能精准击中目标。庆宇心里感叹，自从那个南宫白之后，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有天赋的学生。红雪还一脸天真的问，我是不是跟白师兄一样厉害？听到这个称呼，庆宇愣了一下，毕竟在他们这儿，可没人敢随便管那个人叫师兄。庆宇提议，以后干脆管那位少爷叫哥哥。红雪试着喊了一嗓子，虽然觉得这称呼有点肉麻，但一想到对方那神乎其神的剑法，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奇怪的是，最近怎么一直没见他来练功？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一群不速之客强行闯了进来。红雪吓得直往后退，大喊着有妖怪抓人。庆宇却冷冷地盯着对方，这哪是什么妖怪，全都是他认识的熟面孔。庆宇正要发火，对方却笑呵呵地赔礼道歉。原来这群人是苍空队的成员，专门跑来看这位传说中的小姐。领头的男人一脸兴奋，说红雪现在可是队里的大红人，连医馆的人都在夸她可爱。最劲爆的是，连他们那位冷冰冰的队长都对这小姑娘稀罕的不行。那把木剑竟然是队长熬夜亲手刻的，这下真相大白了。大家都在私下嘀咕，这孩子莫不是什么小狐狸转世，不然怎么能把队长迷成那样？红雪整个人都傻了，原来这把剑真是师傅熬夜做的。就在这时，庆宇
黑着脸开口了：“既然大家话这么多，看来是今天的训练太轻松了。”队员们还不知死活的调侃，问队长是不是害羞了，结果换来的是绕场跑500圈。庆宇一看这架势，赶紧找个借口带红雪收工，这种是非之地，多待1秒都要倒霉。队员们还在后面拼命求救，结果求一次加500圈，红雪头也不回的溜了。这烂摊子还是留给他们自己收拾吧，总算逃出来了。红雪拍着胸脯感叹：“师傅发起火来简直不是人。”但在他心里，师傅这种级别竟然只能排第2，排在榜首的是那对正朝他冲过来的小男孩。虽然爷爷总说那2个男孩子只是想跟他交朋友，但红雪心里很清楚，这哪是交朋友，这分明是他的心理阴影。只要那2个人一靠近，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总能想起以前的恐惧。红雪永远忘不了以前那些人是怎么欺负他的，骗他喝下发臭的烂草跟水，还站在旁边肆无忌惮的嘲笑他。本想试着去相信这2个小男孩会不一样，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这2个人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嘴上说着要一起玩，眼神却像是在盯着一块肥肉。红雪这下彻底清醒了，这哪里是想交朋友，分明就是赤裸裸的霸凌。要是被他们发现自己是猫，恐怕下一秒就会被当成零食给吞了。红雪只想赶紧回屋躲着，可这2个小祖宗根本不放人，非要拉着他玩什么新游戏。结果提议一个比一个离谱，不是要去后院挖地洞，就是想偷偷去啃爷爷的鞋子。红雪听得满头黑线，这都什么奇葩爱好？看红雪没兴趣，南宫鹤随口提了一句：“要不玩变身捡木棍吧，反正你也是只猫。”红雪刚想开口拒绝，整个人却突然定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下彻底乱了套。自己是猫的秘密，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红雪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是猫的秘密到底是怎么泄露的？明明已经拼命隐藏了，结果还是被抓了个正着。难道今天就要被赶出去，甚至连命都要丢在这了吗？就在他准备变身逃命的时候，南宫鹤突然伸出了手，这一刻红雪心都凉了半截。谁能想到对方递过来的竟然是一个精致的小老鼠布偶？原来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审判，而是专门给小猫准备的见面礼。为了这个逗猫棒，他们专门去求了裁缝好几天，就是想让红雪开心。红雪小心翼翼地问：“难道你们不讨厌我吗？毕竟我是个猫族。”结果对方一句话让他彻底没词了。原来从他进门的第1天起，大家就全都知道了。这下红雪直接乱了方寸，连猫耳朵都藏不住了。可他心里还是在打鼓，他觉得自己不识字，又是个从来没被爱过的孩子，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真的能属于他吗？为了让红雪安心，他们特意在布偶上绣了标记，这样谁都知道这是他的宝贝了。看着红雪还在为不识字发愁，南宫鹤赶紧安慰他，说自己写字其实也半斤八两，只要能记住名字就行。红雪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温暖，她小声说着谢谢，可对方却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以后别再叫什么少爷了，直接叫哥哥。这种被当成家人的感觉让红雪想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她翻出了头上的丝绸发带，虽然这只是梅兰用碎布头做的，但在红雪心里，这是她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也是她最拿得出手的谢礼。红雪把其中一条发带系在了南宫鹤的腰带上，虽然这东西看着有点旧，但对方却像得了宝贝一样开心。旁边的南宫杰一看也急了，吵着闹着也要礼物。红雪笑着招招手，顺手也给他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看着南宫杰像个乖巧的小狗，红雪忍不住笑出了声。她告诉南宫杰，这样就能看清他那双漂亮的眼睛了。这一刻，红雪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原来之前的担心全是多余的，这些人是真的把他当成了家人。既然大家都这么善良，那位一直没露面的南宫白应该也是个温柔的人吧。正聊着呢，南宫白竟然毫无征兆的出现了，原本热闹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红雪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又撞见他，他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这下可把南宫杰和南宫鹤吓坏了，两人赶紧语无伦次的解释，说训练已经结束了，他们绝对没有在偷懒。红雪也开口叫南宫白哥哥，看着南宫白脸色不对，红雪赶紧解释说改口叫哥哥是师傅的意思，要是他听着不顺耳，大不了再改回师兄。南宫白转身就走，冷冷的丢下一句，反正自己也不练武，叫什么都无所谓。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红雪心里直打鼓，他这是真的生气了吗？南宫鹤叹了口气，说南宫白这脾气一直就古怪，尤其是从小生了一场大病后，整个人变得特别敏感。听到生病这2个字，红雪一下子就站不住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能让一个人的性格变成这样？原来南宫白8岁那年中了一种没见过的奇毒，毒素一直在他体内蔓延，大家都说他可能活不过20岁。南宫鹤安慰红雪说，他们的母亲可是当时神医，一定能找到救人的办法。可红雪心里却很不是滋味，难怪南宫白总是那么冷静，甚至冷漠的让人害怕。或许在他心里早就认定自己没救了。为了缓和这压抑的气氛，南宫鹤突然开起了玩笑，说家里老大通常脾气最臭，老二性格最好，至于最小的那个绝对是个爱哭鬼。这话一出，旁边的南宫杰直接破防了，拉着红雪就开始告状，跟哥哥们玩得太疯。红雪笑得肚子都疼了，可谁能想到白天玩得有多开心，晚上就有多难受。红雪躺在被窝里，突然感觉自己的爪子痒得要命，这大概就是猫咪的本能，太久没变回原形，指甲已经长得不像话了，如果不赶紧磨一磨，指甲就会扎进肉垫里。
红雪实在忍不住了，她打算趁着大家伙都睡熟了，偷偷变回猫咪的样子，去把这该死的爪子修剪一下。随着一声软萌的猫叫，被窝里钻出个雪白的小脑袋，看来今晚某只小猫咪要开始秘密行动了。变回猫形态的红雪正打算找个结实的柱子磨磨爪子，谁能想到这大半夜的屋里竟然还有别的动静。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一个灰溜溜的小身影突然从角落里窜了出来。红雪整只猫直接定在了原地，眼前这只贼头贼脑的小家伙竟然是一只老鼠。谁能想到这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老鼠竟然有着一段死里逃生的过去。当年他差点就成了猫的盘中餐，虽然靠着运气捡回一条命，但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只要见到猫他就吓得魂飞魄散。为了躲避那些天敌，他一路逃到了南宫家族的宅邸。虽然这里有拿着扫帚的侍女天天对他围追堵截，但对他来说只要没有猫，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他不仅在这里安了家，还找到了心爱的另一半，正满心期待着属于他们的幸福未来。原本以为找到了避风港，结果一抬头，最害怕的噩梦竟然就在眼前，这下彻底完蛋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可爱的小女孩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猫族，早知道就不该为了那点吃的放松了警惕。就在他准备交代后事的时候，预想中的公鸡并没有出现，反而感觉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塞到了自己嘴边。红雪温柔地轻声说：“呲呲先生，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年糕，快趁热吃吧。”这下轮到老鼠猛了，搞了半天，原来对方根本不是来索命的，而是来送福利的。谁能想到这场猫鼠大战竟然以这种方式收场？红雪不仅没动手，还主动分了口吃的给对方，说是爷爷教过，一定要照顾弱小。这只叫徐寒烈的老鼠哪见过这种大场面，当场感动得稀里哗啦，甚至还要带着全家老小这辈子都给红雪当小弟。这下轮到红雪猛了，原本只是想做件好事，结果莫名其妙收了个鼠小弟。这只老鼠倒是一点不客气，当场就开始推销自己，说他不仅能打听各种八卦，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顺点东西。红雪一听，这不就是现成的情报员吗？既然什么都能问，那正好有个大忙需要他帮。南宫家的演武场今天格外热闹，连平时见不到的大人物都露面了。红雪躲在暗处听得真切，原来今天有一场重要的比武，关键时刻师傅竟然掉链子，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就先溜了，留下红雪一个人在演武场。就在红雪四处打量的时候，一个傲慢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来人正是南宫家的直系子弟南宫宗宇。这家伙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本想靠家世背景压人一头，结果红雪根本不吃这一套，一句你是哪位，直接把对方的优越感干碎了。南宫宗宇气得当场跳脚，原来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少年就是红雪今天要对付的对手。这下比武还没开始，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南宫宗宇还在那儿放狠话，说以后全江湖都会记住他的大名，可红雪看着他，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也难怪红雪这么淡定，毕竟他平时见的都是什么人？跟那位清冷的南宫白哥哥比起来，眼前这位所谓的直系天才，气场简直弱得没法看，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怜。红雪这副关爱若是群体的眼神，瞬间让南宫宗宇彻底破防。他气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吼大叫，说红雪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配踏进这片训练场。可他越是跳脚，就越显得底气不足。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南宫宗宇故意把鞋踢飞，还假惺惺地说是不小心掉了。他指使红雪去帮他捡鞋，甚至搬出了家族恩惠来压人，觉得红雪服侍他那是天经地义的事。红雪沉默了，虽然这家伙的人品烂透了，但自己确实受过南宫家的照顾，为了大局，他还是决定先忍这一口气。可就在他弯腰去捡鞋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南宫白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抖，说要亲自帮南宫宗宇把鞋穿上。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南宫宗宇，这下直接吓得魂都没了。南宫白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质问对方刚才说的恩惠到底是什么。既然要论谁受过家族的照顾，那他刚好也认识这么一个人，南宫武英。红雪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南宫白刚才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还有长辈也受过家族恩惠？南宫白继续说着，南宫武英长老当年也不过是贫民窟出来的，运气好才被南宫家收养，靠着手段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一个同样受过恩惠的人，竟然对处境相似的孩子这么狠心，看来你们这一脉早就把祖上的出身忘干净了。南宫白最后警告了一句，以后再敢对客人不敬，就是不把南宫家放在眼里。南宫宗宇这下彻底没脸呆了，只能灰溜溜的跑掉。躲在旁边的红雪都看傻了，他赶紧跑出来想道个谢，结果南宫白根本不领情，直说自己只是为了家族名誉。红雪还想邀请他去看比武，话都没说完，南宫白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这脾气以后怕是有的瞧了。红雪还在纳闷，南宫白明明是个好人，为什么性格会冷成那样？可另一边，南宫宗宇已经彻底失控了，面对爷爷南宫武英的关心，他不仅不领情，反而把刚才受的窝囊气全撒了出来。他当众大吼说爷爷根本不是真正的南宫家人，只是个从街上捡回来的冒牌货，甚至觉得自己的羞辱全是爷爷害的。这番话简直是往南宫武英的心口扎刀子。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跑了，只留下南宫武英一个人愣在原地。南宫武英觉得比武在即，现在去说教只会让孩子更乱，只能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转眼间比武正式开始，南宫宗宇硬着头皮站上擂台，虽然手里握着剑，但心里那股邪火显然还没压下去。台下的长辈们
还在拼命加油，叮嘱他千万别受伤。可对面的红雪却发现这孩子眼神里全是怨气，带着这种心态上场，接下来的比试恐怕要出大问题。看着南宫宗宇有这么多家人撑腰，红雪心里别提多羡慕了。可还没等他赶上完，现场就彻底炸开了锅。师傅和哥哥全员出动，甚至连医馆的人都搬着药箱赶过来了，生怕这小宝贝在台上磕着碰着。瞧着众星捧月的架势，红雪简直就是全家的团宠。这排场直接把对面的南宫宗宇给看傻了。红雪心里直犯嘀咕，这不就是场友谊赛吗？大家怎么比他这个选手还紧张？可南宫浩老爷子根本坐不住，直接在看台上当起了场外教练。他一边推开挡路的人，一边对着台下的红雪疯狂比划。红雪盯着爷爷的口型看了半天，总算琢磨明白了，这是让他找准对手的破绽，直接推过去。还没等他多想，裁判就大声宣布全场肃静，比武正式开始。比武一开场，南宫宗宇就拿出了拼命的架势，仗着力气大，压得红雪连连后退。木剑撞在一起的声音响彻全场，南宫宗宇的攻势一波接一波，红雪只能在剑影里左右躲闪，看起来已经是险象环生。看台上的南宫贺急得不行，生怕红雪下一秒就会受伤，他赶紧问身边的队长庆宇：“这真的没问题吗？”庆宇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只说了一句：“继续看下去。”南宫宗宇越打越觉得不对劲，这小姑娘简直像只飞鼠，不管她怎么加快攻势，对方都能精准地躲开每一剑。看台上的庆宇道出了真相，原来这几天他交给红雪的刚好就是南宫宗宇现在用的这套剑法，对方的套路早就被看穿了。南宫浩老爷子正得意呢，觉得红雪这波稳操胜券，结果庆宇的一句话让南宫贺当场愣住了。原来他这几天光顾着教怎么躲，压根没教过红雪怎么进攻，这下麻烦大了，光躲不还手，这比赛还怎么赢啊？南宫浩老爷子还在看台上淡定吹牛，说自己早就给红雪传授了必胜秘籍，结果这话还没落地，场上的局势就瞬间反转。南宫宗宇突然发力，一记重击直接把红雪逼到了死角。看台上的观众全都惊呼出声，谁都看得出来，红雪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南宫宗宇觉得这局稳赢了，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就在这关键时刻，南宫浩的声音在红雪耳边响起：“只要对方露出破绽，双掌合十轻轻一推就行。”红雪立刻照做，这一掌看着没使劲，威力却大得惊人。南宫宗宇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这一掌打完，全场的人都看傻了，庆宇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小姐明明没学过，怎么可能使得出这种杀招？南宫浩倒是很淡定，说这是红雪自己悟出来的。但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没练过内力却能自学神功，这已经不是天才，简直是妖孽了。南宫浩赶紧压低声音说：“红雪现在只能用这一次，而且她的身体似乎还藏着更大的秘密。”南宫宗宇瘫在地上大口喘气，看着只在眼前的剑锋，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虽然心里有10000个不服气，但他还是低下了头，亲口承认自己输了。全场观众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裁判也站在原地半天没动弹。南宫浩在看台上等不及了，大声催促，赶紧宣布结果。毕竟这场反击战，红雪赢得干脆利落。裁判当众宣布，这场比武的胜者是红雪，而且他还拿到了一个逆天奖励，那就是成为大长老的亲传弟子。这话一出，红雪整个人都听懵了，周围的人更是炸开了锅，谁都没想到大长老竟然真的要收徒。红雪站在原地直犯嘀咕，原来这场比武这么重要吗？他一直以为爷爷只是随口答应，让他随便练练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刚才要是稍微出点差错输了，那这辈子的前途可就全毁了。就在他后知后觉感到后怕时，南宫浩已经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比武一结束，红雪就急着找爷爷算账，埋怨他没早点说奖励的事。结果南宫浩根本没听进去，只顾着在那儿显摆。旁边的庆宇忍不住调侃说：“您这高兴的样儿，简直比亲孙女还亲。”这话听着像是在开玩笑，但南宫浩的反应却有点耐人寻味。红雪看着爷爷这么开心，心里的那点小脾气也全没了。不过他还是有个地方想不通，刚才那种威力巨大的招式，自己到底是怎么使出来的？南宫浩收起了笑脸，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招叫天雷掌，能打出来全靠红雪的特殊体质。”为了不让外人听见，南宫浩特意用了传音入密。南宫浩终于说出了真相，刚才那一招天雷掌其实是靠红雪体内的阴阳2气强行碰撞才爆发出来的威力，但这根本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因为他之前吃了万年何首乌，经脉被药力暂时强化了，才让他在那一瞬间勉强动用了内力。南宫浩语气变得非常严肃，警告红雪绝对不能再用第2次，因为药效一过，强行出招只会让经脉彻底崩裂，到时候神仙也难救。红雪听完一下子泄了气，本来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绝世天才，结果只是个现实体验版。南宫浩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只要好好修炼，总有一天能真正自由地掌控内力。”听到这话，红雪眼里才重新有了光。南宫浩发话了，在找到治好身体的办法前，红雪得先从外功练起。既然赢了比武，那奖励自然是少不了的。南宫浩心情大好，拍着胸脯让红雪随便挑，只要是他想要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估计都会给摘下来。就在这时，刚才输掉比武的南宫宗宇正一言不发的准备离开，连身上的伤都顾不上治，背影看着别提多落寞了。谁都没想到红雪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口了，他说自己已经想好了要什么奖励，但这个要求一说出来，全场的人都愣住了。他竟然不要神兵利器，也不要灵丹妙药，
而是要和南宫宗宇单独聊聊。谁也不知道这小丫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红雪这丫头主意真大，把门一关，谁也不让进去，把门外的长辈们急得团团转。南宫浩倒是一点不慌，反而跟旁边的庆宇聊起了家常，问他当年娶媳妇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自由恋爱。庆宇还没反应过来，一脸甜蜜的回忆起往事，说他跟夫人那是青梅竹马，当年也是比试完之后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复盘。话刚说到一半，他突然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劲，这剧情怎么跟屋里那两个孩子一模一样啊？南宫浩心里也开始犯嘀咕，虽说两个孩子年纪还小，但这么孤男寡女待在屋里确实有点让人不放心。他无奈的叹了口气，这比武才刚赢，自己怎么就开始快进到操心红雪婚事的地步了？南宫鹤和南宫杰躲在后头偷看，脑洞开的比谁都大。南宫鹤一脸认真的说，这哪是想成亲，分明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再把那小子狠揍一顿。南宫杰听得一愣一愣的，这比武都赢了，难道还要补刀吗？南宫鹤还在那儿传授经验，说这叫斩草除根，以后才没麻烦。话还没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咳嗽，这下坏了，南宫浩就在后头盯着呢，看你们怎么收场。南宫浩这招更狠，既然你们这么闲，干脆直接进去听听婚事谈的怎么样。谁知道南宫杰摇了摇头，说自己一点都不好奇，因为姐姐肯定正躲在屋里，把那小子往死里揍呢。南宫浩听得胡子都歪了，这种粗鲁的话到底是谁教给小孩子的？南宫杰也是个坑哥小能手，张口就要把真相说出来，吓得南宫鹤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可惜已经晚了。南宫浩这下全明白了，原来罪魁祸首就在眼前，刚才还在那儿出谋划策，现在只能拔腿就跑，这顿家法怕是躲不过去了。南宫浩还在纠结，要是自己现在走了，就没人能帮红雪解围了。庆宇倒是一脸淡定，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这丫头要是脾气上来，怕是连人家家主都敢打。南宫宗宇这小子刚坐下就开始不耐烦，问红雪为什么要单独见他，还催着说自己忙得很。红雪一句话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变脸。其实在比武结束之后，耗子先生就特意跑来报信，他提醒红雪，这个少爷可不是什么好人，千万别跟他走得太近，因为就在比武开始前，耗子先生亲耳听到这小子对着南宫武英大吼大叫，甚至当众否认自己是南宫家的子孙。红雪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南宫武英先生那天那么难过，明明是亲孙子，却要把自己推得远远的。看来这次比武不仅仅是为了分个胜负。看着南宫武英先生焦急的样子，他是真的把这孙子当成宝，可南宫宗宇这小子偏偏身在福中不知福。红雪坐在对面，越想越气，这种亲情明明最难得，这糊涂蛋竟然一点都不珍惜。既然好言相劝没用，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他突然想起南宫鹤哥哥说过，对付这种脑子转不过弯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动手揍一顿。虽然红雪以前从不乱来，但这次为了南宫武英先生，他决定听一次南宫鹤哥哥的建议，好好给这小子上一课。眼看南宫宗宇起身要走，红雪冷冷地叫住了他。刚才还温柔可人的红雪，这会儿突然气场全开，一个眼神就把这小子给镇住了。他冷冰冰地丢下一句，既然输了比武，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下。本以为他要放什么狠话，结果红雪开口第一句竟然是让他赶紧去给爷爷道歉。这小子当场就懵了，比武输了也就算乐，怎么还要被对手教训家务事？他心里那股傲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凭什么要听你的？你又懂我们家什么？红雪却一点不退让，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伤了长辈的心，就要去把话说明白。这下两人彻底杠上了，一个觉得对方多管闲事，一个非要当这个和事佬。屋里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红雪看着眼前这个倔脾气，心里真是又气又无奈。明明都告诉他爷爷伤心了，这小子怎么就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就因为是亲孙子，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撒娇吗？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态度，彻底把红雪给惹火了。他站起身，冷冷地说：“趁家人还在身边，你就该好好珍惜。”话音刚落，红雪直接一记重掌扇了过去，这一招威力可不小，打得南宫宗宇当场惨叫出声。红雪根本不理会他的惨叫，反而骂得更凶了，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态度太烂，既然不懂规矩，那就打到他懂为止。你这么不把家人当回事，那就干脆别信南宫了。之前大长老答应过，只要比武赢了，就能满足他一个愿望，而他的愿望非常简单，就是让大长老亲手把你踢出家门，彻底开除你的家籍。这下南宫宗宇彻底慌了神，他虽然嘴硬，但真要被赶走，他比谁都害怕，只能在那耳语无伦次的喊着不行。其实红雪心里清楚，那个愿望早就被他用掉了，现在说这些全是吓唬他的谎话，但不下点猛药，这小子根本转不过弯来。红雪放缓了语气，开始走心。他说，不管你觉得自己是真是假，南宫老先生对你的疼爱可不是假的，有人真心待你，你却只想着怎么推开。最后红雪下了死命令，要么现在就去老老实实道歉，要么就等着被剥夺姓氏，滚出这个家。南宫宗宇这下是彻底服软了，他一边抓狂一边大喊，我去道歉还不行吗？就在两人准备出门时，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原来是南宫武英先生不放心孙子，正带着人急匆匆地赶过来要人。随从还在旁边煽风点火，说红雪这丫头下手没轻没重，万一伤到少主怎么办？南宫武英说孙子就是他的命根子，现在必须立刻见到南宫宗宇。躲在门后的宗宇听到这些话，整个人直接愣住了。他原以为爷爷只会责备他，没想到在爷爷心里自己竟然这么重要。看着爷爷焦急的样子，这小子
终于彻底破防了。他推开门冲了出去，一把抱住爷爷，放声大哭。这一声对不起，不再是因为红雪的威胁，而是他终于明白了这份亲情到底有多重。看着南宫宗宇哭得稀里哗啦，南宫武英心疼坏了，还以为是红雪把孙子给欺负了，赶紧把人搂在怀里安慰。南宫宗宇总算是良心发现，一边道歉一边承认错误，说自己之前是因为太自卑，才把脾气都撒在了爷爷身上。红雪在一旁看得直翻白眼，心想这小子变脸也太快了，刚才还横得不行，现在倒成了道歉小能手。不过看着爷孙俩和好的样子，红雪心里竟然有点酸溜溜的，明明是自己赢了比武，怎么反而羡慕起这个败将了？本以为这事儿就算圆满结束，红雪也能过几天清静日子，可谁能想到没过几天局面就变了。红雪一脸懵地坐在桌子前，看着对面一脸严肃的南宫武英，心里不停地打鼓，这回怎么轮到我被单独谈话了？南宫武英皱着眉头开口，真不明白我那孙子怎么会输给你这么个小丫头。红雪吓得赶紧低头认错，以为这下肯定要挨骂了，结果南宫武英拍着桌子大喊，你可是赢了我孙子的人，怎么能随便便就跟人低头？局面突然发生了反转，南宫武英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他说今天过来根本不是为了兴师问罪，而是专门来道谢的，要不是红雪出手，那个心高气傲的小子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南宫武英当年是个外来户，为了在南宫家站稳脚跟，他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拼命想给孙子铺路，结果却成了害孩子的毒药，把孙子养成了目中无人的性子。南宫武英主动提起了之前的事，说他那孙子太没礼貌，竟然还敢冲着红雪扔鞋子。这下红雪总算听明白了，原来人家是替孙子道歉来了。既然孙子已经得了教训，南宫武英决定送红雪一份大礼。一听说有礼物拿，红雪整个人都精神了。南宫武英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盒，说这里面有2样宝贝可以选，第一件就是特制的衣裳，光看这盒子的阵仗，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本以为玉盒里装的是什么宝贝，结果打开一看，竟然只是一套普通的衣裳。红雪虽然嘴上说着喜欢，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小失落。南宫武英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说，这第一件礼物确实一般，但接下来的第2件绝对是红雪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盯着红雪问，难道你不想名正言顺地成为南宫家的一员吗？这句话直接戳中了红雪的心事，她一直想加入南宫家，只是怕别人说她不知好歹，从来不敢把这念头说出口。南宫武英看出了他的顾虑，说自己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既然是送礼，那就干脆送个最实在的法子。红雪屏住呼吸等着答案，结果南宫武英不紧不慢地吐出2个字，成亲。只要嫁给南宫家的子弟，你自然就是南宫家的人了。一听要成亲，红雪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一脸嫌弃地摆着手说，老爷爷，我可不想嫁给你啊。这话差点没把南宫武英气背过气去，他吹胡子瞪眼的大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家里可是有夫人的，要是让他听见这话，非撕了我不可。南宫武英赶紧解释清楚，他是想让红雪嫁给孙子宗宇，只要成了孙媳妇，红雪就不再是无依无靠的外人，而是南宫家正儿八经的家人。这番话确实说到了红雪心坎里，她忍不住开始幻想，如果真的有了家人，是不是也会有人像这样全心全意的为自己加油打气？南宫武英最后又加了一块重磅筹码，他说只要红雪点头，以后他就是红雪亲爷爷，谁也别想再动他一根汗毛。这诱惑力简直让人没法拒绝。面对这2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红雪犹豫了很久，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家族身份，一边是那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衣裳。南宫武英也在等他的最后决定，结果谁都没想到，红雪最后竟然选了那套衣裳。这下南宫武英彻底傻眼了，他拍着桌子大喊，你是不是糊涂了？放着孙媳妇的位置不坐，竟然要选一件破衣服。红雪却表现得异常坚定，她说自己现在觉得练武很有趣，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她想靠自己的本事留在南宫家，好好学本事。更重要的是，她还记得当初的那个约定，她要治好自己的病，然后像大长老承诺的那样，自由自在的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看着眼前这个有主见的小姑娘，南宫武英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这丫头的志气比她预想的还要大得多。南宫武英还在那儿长吁短叹，觉得没能把红雪拐走当孙媳妇，实在是太可惜了。结果话还没说完，房门就被人砰的一声撞开了。南宫浩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指着南宫武英的鼻子大骂，好你个老东西，竟然敢趁我不在偷偷跑来挖我的墙角。这2个加起来快200岁的人，当着红雪的面就开始掐架。南宫浩气的胡子都歪了，说南宫武英这把年纪了还不正经，居然想靠骗婚来抢人。南宫武英倒也干脆，摆摆手说反正已经被拒绝了，这门亲事就当没提过。随后他把那个玉盒塞进红雪怀里，说这是专门给她准备的礼物。临走前，南宫武英突然凑到红雪耳边，神神秘秘地叮嘱了一句，等没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盒子里那封信。南宫武英总算走了，南宫浩还在后头骂骂咧咧，嫌他走得太慢。红雪抱着怀里的玉盒，心里却泛起一阵暖意。其实刚才有些话红雪没好意思当面说出口，虽然她拒绝了婚约，但在她心里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南宫浩凑过来关心地问，那老家伙刚才没欺负你吧？红雪赶紧摇头说没那回事。就在这温馨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红雪脱口而出叫了一声大叔，随后才反应过来，这位是府里的总管大人。总管南宫秀武一脸严肃地走进来报告，说那位一直出门在外的家主现在已经回到府上了。听到现任家主回来的消息，
南宫浩原本还挺高兴，觉得这是件大好事，可紧接着南宫秀武又补了一句，说南宫颖少爷也跟着一起回来了。这话一出口，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红雪在一旁敏锐地察觉到，空气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这个叫南宫颖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